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你可曾想过，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之外，是否还隐藏着一段更为古老，甚至更为先进的文明？在人类的记忆中，亚特兰提斯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它既神秘又带着悲剧色彩，仿佛一个跨越时空的回声，提醒着我们，地球的历史也许远比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更加复杂。最早提到亚特兰提斯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在《地脉欧篇》和《克里底亚篇》中描述了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帝国，它位于大西洋某处的广大岛屿上，拥有远超雅典的军事力量与物质富足，城市规划精密，环形水道、宫殿与神庙错落有致。柏拉图更指出，亚特兰提斯的文明曾经强盛到足以征服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可是就在他最为辉煌的时刻，却因为骄傲与贪婪触怒了诸神，在一夜之间被巨大的海啸与地震吞没，沉入无底的大海，永远消失不见。然而问题是，这样的描述究竟只是柏拉图为了阐述哲学观点所编造的预言，还是源于真实存在的历史记录？这个疑问延续了超过2000年，至今仍在历史学、考古学与神秘学界掀起无数争论。许多人会问，如果亚特兰提斯真的存在，为什么没有留下明确的遗迹？但别忘了，人类对地球的探索仍然相当有限，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超过70%，而我们真正详细调查过的不到5%。换句话说，大部分的深海仍是未知领域。如果亚特兰提斯确实存在，并沉没于大西洋或其他海域深处，那么我们如今没有找到它的遗迹，也就不足为奇。除了柏拉图之外，世界各地的传说也似乎隐隐呼应着亚特兰提斯的存在。例如，古埃及的祭司就曾告诉希腊人，他们的文明其实只是继承了更古老民族的智慧。在中美洲的玛雅传说里，也提到他们的祖先来自一个被洪水毁灭的远方大陆。这些零散的线索，会不会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源头？如果我们愿意退一步来想，亚特兰提斯之所以吸引无数研究者与梦想者，不单是因为它的神秘，更是因为它暗示着一种可能性。在我们所知的古代文明之前，地球也许曾经诞生过一个更高等的社会，他们掌握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科技，甚至可能超越现代文明的某些领域。或许他们的知识与力量正是古代金字塔、巨石阵以及许多无法解释的遗迹背后的来源。亚特兰提斯的传说不仅仅是历史之谜，它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人类文明所面对的共同课题：繁荣与傲慢，力量与毁灭。或许这也是柏拉图真正想传达的寓意，提醒人类，当一个文明失去了平衡，就算再先进，也终将走向毁灭。但是，真相真的就只有预言这么简单吗？随着近代考古与科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浮现，暗示着亚特兰提斯可能并非完全虚构。接下来，我们将更深入探索这座传说中的大陆，看看它的真相与可能的历史根源。当我们进一步走进亚特兰提斯的传说时，会发现柏拉图笔下的描述并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而是整个高度发展的文明。这个文明拥有庞大的领土、独特的社会结构，以及远超当时人类认知的科技。根据记载，亚特兰提斯的首都建筑呈现同心圆状，中央是宏伟的宫殿与神庙，外围则有运河和港口，环状的水道使得整个城市看起来像是一件设计精密的艺术品。这种规划不禁让人联想到现代的都市设计概念，甚至有人怀疑它可能是一种超前的城市工程技术。在神秘学与灵性传统中，亚特兰提斯人的智慧更是被描绘的几乎接近超人类的境界。他们被认为懂得使用水晶来储存与传导能量，并能够应用在医疗、通讯甚至飞行科技上。某些说法更指出，亚特兰提斯人能够透过心灵的力量与宇宙沟通，他们掌握的不仅仅是物质科技，而是一种结合意识与能量的高维度知识。这样的叙述虽然听来玄幻，但却与许多现代科学家在量子领域提出的意识与能量关联不谋而合。如果亚特兰提斯真实存在，它会不会正是古代文明的源头？不少学者提出这样的假设：当亚特兰提斯沉没之后，幸存的人们逃往世界各地，
他们将部分知识与技术带到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等地，于是才诞生了我们所知的古文明。这个观点能够解释为什么世界不同角落的古代文明会同时出现巨石建筑、天文历法以及相似的神话故事。难道这一切只是巧合吗？在地点的推测上，至今仍没有定论。有人认为亚特兰提斯位于大西洋中部，对应柏拉图所言赫拉克勒斯之柱之外，也就是直布罗陀海峡外的海域。另一些人则指出，亚特兰提斯或许就是今天的希腊圣托里尼岛一带，因为那里曾经爆发过毁灭性的火山爆炸，与一夜之间沉没的传说相呼应。甚至还有人认为，亚特兰提斯的遗迹可能隐藏在加勒比海甚至南极洲的冰层下。这些推测虽然充满想象，但也说明了人类对亚特兰提斯的强烈好奇。除了考古与历史学的角度之外，亚特兰提斯也成为灵性领域中的重要符号。许多灵性导师与通灵讯息都指出，亚特兰提斯不仅仅是一个失落的文明，更是一个关于人类意识演化的警示。他们认为亚特兰提斯人因为失去平衡，把一时的力量过度投入在物质与权力的追求，最终导致能量失衡而走向毁灭。这样的故事彷佛在提醒今日的人类，我们是否也正在重复相同的道路？不可否认的是，直到今天仍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证明亚特兰提斯的存在。但有趣的是，许多考古异常现象却似乎在暗示着它的可能性。例如，古代巨石遗迹中那些重达数十吨甚至上百吨的石块，如何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被切割、搬运、堆叠？这些技术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早已消失的知识体系？而这个知识体系会不会正是亚特兰提斯人留下的遗产？亚特兰提斯的传说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它不仅是一段古老的故事，更是一种可能的历史真相。它挑战着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认知极限，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是否真如教科书上所说，仅仅只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还是我们已经遗忘了更早、更辉煌的一章？随着越来越多的线索浮现，亚特兰提斯的真相逐渐成为人们无法忽视的谜题。它或许是真实存在的文明遗迹，也可能是人类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符号。但无论答案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亚特兰提斯的故事将继续激发我们追寻真相的渴望。而在接下来的篇章，我们将把焦点转向那些更具体的证据，那些散落在地球各地，似乎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高科技痕迹，它们会不会正是亚特兰提斯文明曾经存在过的证明呢？当我们继续追寻亚特兰提斯的真相时，一个核心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假如这个文明真实存在，那么它的痕迹又在哪里？虽然至今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亚特兰提斯的遗址，但地球上却散落着许多不合时宜的文物，被称为 OPARTs（Out of Place Artifacts） 离奇文物。这些东西似乎昭示着，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之外，曾经有过更高等的文明存在。举例来说，最著名的就是安提基特拉机械装置。这个装置在希腊海域被发现，距今已有2000多年，被认为是古代的天文计算机，能精准计算行星运行与日月食。对于当时的文明来说，这样的科技水平几乎不可思议。然而，这会不会只是亚特兰提斯智慧被流传下来的一小部分？因为柏拉图所描述的亚特兰提斯正是拥有高度发展的科学与天文知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水晶头骨，据传它们来自古代中美洲，有些甚至据说可以储存庞大的资讯。虽然这些头骨的真伪仍有争议，但它们所象征的水晶科技却与亚特兰提斯的传说不谋而合。根据许多灵性传说，亚特兰提斯人正是利用巨大的水晶塔来作为能量核心，为城市供电，甚至与宇宙进行通讯。这种能量水晶的概念，会不会就是现代半导体与光纤科技的原型？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无法用现代工程轻易解释的巨石建筑，无论是埃及金字塔、秘鲁的萨克塞华曼巨石墙，还是复活节岛上的摩艾石像，都存在着同样的疑问：古代人是如何切割、搬运，甚至精准拼合这些动辄上百吨的石块？有些石块之间的缝隙，甚至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这种工艺水平连现代科技都难以复制。会不会这些遗迹本身就是亚特兰提斯高科技传承的实例？除了巨石遗迹之外，
还有许多神秘的地理现象，例如位于加勒比海的尤卡坦水下道路，有人认为那是被海水淹没的人工遗迹。而在巴哈马群岛附近，潜水员曾发现类似石头阶梯的结构，被称为比米尼路。这些水下结构是否可能就是亚特兰提斯沉没后的残迹？科学界的怀疑态度虽然合理，但在神秘学者与研究者眼中，这些异常现象却像是拼图的碎片，每一个碎片都无法单独解释亚特兰提斯，但当它们被拼凑在一起时，却逐渐描绘出一个轮廓。地球上可能真的曾经出现过一个比我们更先进的文明，只是因为灾难与时间的洗礼，它们被深埋海底，化为传说。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是古代对声音与震动的理解，许多研究者推测，亚特兰提斯人可能掌握了声波搬运或振动切割的技术，他们利用特定频率的声音来改变物质的状态，让巨石可以漂浮或轻松被切割。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现代物理学早已证实，声波确实能对物质产生巨大影响，甚至能让小物体悬浮。难道这就是亚特兰提斯科技的写照？如果我们将这些线索串联在一起，一幅耐人寻味的图像便会浮现。亚特兰提斯人或许并不是单纯的神话角色，而是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的真实文明。他们掌握了我们今日仍在追寻的能量科技、意识科技，甚至可能比我们更了解宇宙的运作法则。而这些技术随着文明的毁灭，只留下零星的痕迹与传说。亚特兰提斯的高科技传说不仅仅挑战了我们对古代的想象，更让人不得不反思：现代文明真的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吗？还是我们仅仅是在走一条被前人走过的道路？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警惕，避免重蹈亚特兰提斯的覆辙？接下来，我们将把焦点放在亚特兰提斯最关键的一个谜题：它究竟是如何毁灭的？是自然的灾难，还是人类自身的傲慢？这将带我们走进第4段，探讨亚特兰提斯毁灭背后的真正原因。亚特兰提斯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是它的辉煌与神秘，更是它的毁灭。因为正是在这场毁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人类文明的深刻警示。柏拉图在记载中说得很清楚，亚特兰提斯人一开始是高贵的，他们追求智慧，热爱和平，与宇宙的秩序保持和谐。然而，随着文明愈发强盛，他们逐渐被权力、物质与欲望吞噬，最终他们挑战了神明的规则，失去了内在的平衡，也因此迎来毁灭性的惩罚。这样的描述乍听之下像是一个神话寓言，用来教育世人不要骄傲。但如果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会发现其中的深意。亚特兰提斯的毁灭不只是神的惩罚，它或许是宇宙秩序自动的调整结果。当一个文明偏离了和谐，滥用能量与科技，整个体系就会走向崩溃。这种自我毁灭的逻辑，正如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自然法则，过度的失衡必然会引发反作用力。从科学角度来说，亚特兰提斯的毁灭可能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是一场巨大的火山爆发，例如圣托里尼火山的剧烈爆炸，造成整片岛屿瞬间消失。也有人指出，可能是地壳板块的剧烈运动，引发地震与海啸，将整个大陆一夜之间吞没。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亚特兰提斯的沉没与冰河时期结束有关，极地冰层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了沿海的大型文明。这些推测虽然各自成立，但没有一个能完全证明。然而，他们共同呈现了一个事实：自然的力量远比人类想象的强大。但若仅仅是自然灾害，为何亚特兰提斯的故事会带有如此强烈的道德寓意？这就引出另一个层面的解释：灵性与意识的观点。在许多神秘传说中，亚特兰提斯人被认为曾经掌握了能量水晶、意识科技，甚至能操控自然力量。但正因如此，他们开始滥用这些力量，用来争夺权力、扩张领土，而非维持平衡。当能量被错误的使用，文明的根基便出现裂痕。就像一个人若无法驾驭自身的欲望，最终也会被欲望吞噬。这样的故事其实与人类今天的处境极为相似。试想，我们是否也正走在亚特兰提斯的道路上？我们发展出强大的科技，可以制造核武、操控基因、开发人工智慧，
但同时我们却也在破坏地球生态，加剧资源掠夺，引发国际冲突。科技带来的便利与力量，若缺乏相应的智慧与平衡，会不会也让我们逐渐迈向自我毁灭？许多灵性学者甚至认为，亚特兰提斯的毁灭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宇宙给人类的一面镜子，它反映出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则：文明的存续不只依赖科技的进步，更取决于内在意识的成熟。如果一个文明无法提升灵性，科技反而会成为毁灭的武器，这就是所谓失衡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亚特兰提斯毁灭的故事，在不同文化中都有相似的影子。圣经《创世纪》记载的大洪水，玛雅文明的洪水神话，古印度文献《摩诃婆罗多》中记录的毁灭性武器，都像是在不同时空下诉说着同一个真理：当人类忘记敬畏与和谐，灾难就会降临。这些故事或许不是巧合，而是集体记忆的残影，提醒我们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如果亚特兰提斯的毁灭真有其事，那么它给人类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的未来并不是必然稳定的。科技的进步若没有一时的引导，只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换言之，文明的真正高度不在于能飞多远，能建造多少摩天大楼，而在于能否与宇宙的秩序保持平衡。亚特兰提斯的故事就像是一个远古的警钟，穿越时空回响在今天，它提醒我们，地球的文明并不是第一次站在繁荣与毁灭的边缘。问题是，这一次我们会选择重蹈历史，还是走向一条全新的道路？而这个疑问也将带领我们走向下一个谜团：如果亚特兰提斯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在太平洋的深处，是否还隐藏着另一个同样神秘的超远古文明？在下一段，我们将开始探索另一个传说——母大陆。亚特兰提斯的传说，无论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古人留下的隐喻，都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或许比我们以为的更加漫长，也更加复杂。它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教科书上所记录的4大古文明是否真的就是人类的起点，亦或在那之前，还有更多被时间与大自然掩埋的先进文明，只留下零碎的线索与谜样的传说。亚特兰提斯所带来的启示，不仅仅是对科技的惊叹与对毁灭的警示，更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我们究竟从何而来？而我们所走的方向，又会不会再次回到同样的循环？或许，亚特兰提斯的沉没只是众多失落文明中的一环。就在亚特兰提斯之外，还有另一个流传已久的神秘大陆——母大陆 （Mu Continent）。根据一些传说，母大陆存在于遥远的太平洋地带，甚至比亚特兰提斯还要古老。它被认为是人类最初的摇篮，是一个充满灵性智慧、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与亚特兰提斯的高科技与能量水晶不同，母大陆的文明更强调心灵意识与宇宙的连结。一些神秘学派甚至认为，母大陆与亚特兰提斯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联，一个代表灵性，另一个代表科技。当两者失衡，人类文明便走向崩溃。这种双文明的说法听来像是传奇，但也许正是地球文明周期性的缩影。更令人震撼的是，许多不同文化的传说似乎都能找到母大陆的影子。夏威夷神话中有一片沉默的故土，印度泰米尔传说记载了被大海吞噬的库马里甘达姆，而马达加斯加、马里亚纳群岛等地的古老族群也都保有类似祖先来自沉默大陆的记忆。难道这一切只是巧合？还是说，我们真的遗忘了一段比亚特兰提斯更早的文明史？亚特兰提斯的故事像是一道开启的门，带领我们窥见人类文明背后的神秘脉络，而母大陆则是下一个等待揭开的谜题。如果说亚特兰提斯象征着科技的巅峰与傲慢，那么母大陆或许象征着灵性的纯净与失落，两者的交织会不会正是人类文明起落的真正关键？在下一集，我们将踏入这片被遗忘的太平洋传说，探索母大陆的真相，看看这个被称为人类最早的家园的地方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又如何与亚特兰提斯形成神秘的呼应。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